重生2025，全球都在跟风囤积黄金，我却反手卖掉了市中心的婚房，跑去华强北疯狂买入所有内存条。因为重生的我知道，3个月后，一场席卷全球的 AI 算力革命会让内存条的价格暴涨100倍，成为真正的软黄金。上一世，我卖房借高利贷凑出这笔钱，只为给女友买套写她名字的大平层，结果她转手卖房嫁给富二代，害我背负巨债惨死。在睁眼回到买房这天，看着还在向我炫耀富二代礼物的绿茶，我果断撕碎合同，带着1500万杀向华强北。这辈子我要让这对渣男贱女跪在地上求我签字吧，林峰，你还在磨蹭什么呢？一道充满不耐烦的娇斥声，像一根冰冷的针，猛地扎进我的耳膜。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喘着粗气，入眼没有烂尾楼刺鼻的水泥味，也没有临死前咳出鲜血的撕裂剧痛。此刻，我正坐在冷气极足的高级售楼处 VIP 室里，我面前的真皮沙发上坐着妆容精致的柳如烟，她正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法式美甲，眼角眉梢全是高高在上的傲慢。看到这张脸的瞬间，前世惨烈到极致的记忆如海啸般将我淹没。上一世就是在这个房间，我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签下了这份价值1500万的大平层全款合同，而且房本上只写了柳如烟一个人的名字。为了凑钱，我卖了父母留下的唯一房产，掏空积蓄，还背上了几百万的网贷，只为了满足他所谓的安全感。可房本刚到手不到1星期，他就以无法提供情绪价值为由甩了我，转头把房子变现，拿着我的血汗钱，风风光光的嫁给了本市赫赫有名的富二代赵天赐，而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劳累过度死在工地承重柱旁。林峰，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发什么呆啊你？柳如烟尖锐的声音强行把我拉回现实。我低头看向桌上那份全款认购书，右上角的日期赫然写着2025年4月1日，愚人节。老天爷真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好玩笑，我林峰居然重生了。林峰，我实话跟你说吧，赵公子今早刚送了我这条20万的足金项链，人家放话了，只要我点头，立刻送我独栋别墅。要不是看在你死皮赖脸追了我5年的份上，你以为我看得上这种破平层？赶紧签字，我还要跟闺蜜去喝下午茶呢。旁边站着的售楼小姐虽然保持微笑，但眼神里全是鄙夷，估计在她眼里我已经是无可救药的顶级沸羊羊了。看着柳如烟这张自私到极点的脸，我前世那种卑微的爱意，此刻只剩下令人作呕的滑稽感。我深吸一口气，放下了签字笔。你说的对，这破平层确实配不上你高贵的身份。我站起身，在两人错愕的目光中，抓起桌上那份价值1500万的购房合同，双手用力，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合同撕成了2半，接着是4半、8半，直到撕成漫天飞舞的碎纸片，像扬撒骨灰一样，狠狠砸在柳如烟那张精致的脸上。纸片如同雪花般落在她的香奈儿套裙上，整个 VIP 是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售楼小姐惊得捂住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林峰，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清醒得很，1500万买个天天给我戴绿帽子的绿茶，我以前确实是疯了，不过现在老子病好了。你骂谁是绿茶？林峰，你今天敢走出这扇门，我保证以后你就算跪在地上求我，我也绝对不会再看你一眼。求你，你配吗？这盘我不接了，去找你的赵公子要别墅吧，祝你早日坐进他的法拉利里笑。说完，我连多看他一眼都嫌脏，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售楼处。他手里押了一批韩国3星原厂的64GB 高端 ECC 服务器内存条尾货，大概30万根，正好是天赐科技这次项目在合同里严格指定的型号。不过我听说赵天赐那边为了压价，还没正式跟劳力签采购合同，打算晾劳力几天，过2天再去提货呢。30万根是吧？还没签合同是吧？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组装 AI 服务器最重要的除了 GPU 算力卡，就是这批起到关键稳定作用的高端 ECC 内存。没有这批内存，赵天赐的那堆主板和机箱就是一堆废铁。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通讯录里一个被我标记为张总的号码。电话那头的张总是本地圈子里赫赫有名的地下资金掮客，只要利润足够丰厚，哪怕是天大的盘子，他也敢动用巨额杠杆资金帮你接下。喂，张总吗？是我，林峰。呀，林老弟，听说你今天在华强北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啊？怎么资金不够了？对，我现在手里有一笔绝对稳赚不赔的买卖，需要动用2000万的短期杠杆资金。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瞬间重了几分，2000万的短期过桥资金，每天的利息都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天文数字。如果我赌输了，我不仅会倾家荡产，甚至会被这些追债的资本剁碎了扔进海里喂鱼。但我眼中只有极其冷静的疯狂。林老弟，规矩你懂，利息可不低，而且拿什么抵押？我手里那1500万的现货全部抵押给你，条件利息随你开，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半小时内，我要你动用你所有的关系，把华南区代理商老李手里那30万根3星 X 服务器内存，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连夜给我全部截胡。全借。林老弟，老李那批货可是有人预定的，你这么搞是在砸别人的饭碗啊！一根都不准留给天赐科技，出了天大的事，我林峰一个人都炸。挂断电话，整个仓库死一般的寂静。黄胖子张大着嘴巴看着我，在他眼里，我此刻已经不是一个疯狂的赌徒，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我看着仓库门外满地的跑车车辙印，冷冷的笑了。赵天赐，你不是笑话我囤的是电子垃圾吗？你
不是要靠那2个亿的订单翻身吗？不好意思，你组装服务器最核心的心脏，从现在开始全部姓林了。AI 算力革命的前夜是最黑暗的，当3个月后黎明破晓，产能断裂的那一天到来时，你那2个亿军令状就会变成绞死你和柳如烟的夺命绳索。我深吸了一口仓库里冰冷干燥的空气，在满屋子被全网嘲笑的电子垃圾中央，缓缓坐了下来，闭上眼睛，我仿佛已经听到了赵天赐大厦将倾的崩塌声。好戏才刚刚开场。柳如烟那篇小红书笔记彻底爆了。仅仅过了1个晚上，那个为我倾家荡产囤电子垃圾的前男友，如今有多可笑？这篇帖子踩着惊人的流量，强势冲上了同城热搜。帖子里不仅配了我在破旧仓库里被堆积如山的内存条包围的落魄背部，还有赵天赐那辆耀眼刺目的法拉利，以及他脖子上那条极具暴发户气质的足金项链。他在帖子里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清醒独立、拒绝被穷小子道德绑架的大女主，而我则被他塑造成了一个受不了失恋打击、输光底裤、精神失常的疯癫舔狗。底下的评论区更是群魔乱舞，全网都在看我的笑话。笑死我了！1500万买内存条，这哥们怕不是没学过摩尔定律吧？现在这行情，内存条一天跌1个价，这兄弟纯的大傻逼啊！为了装逼连命都不要了，年度第一沸羊羊非他莫属。姐姐独美，那种穷屌丝就该让他烂在仓库里，还是赵公子大气。我的手机被以前的同学同事疯狂轰炸，全都是来发截图看我笑话。甚至连我家那群800年不联系的势利眼亲戚都跑来发微信骂我败家，让我赶紧把货退了去给柳如烟磕头认错。看着满屏的嘲讽，我连一句多余的解释都懒得给，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时代的巨浪拍下来的时候，这群在沙滩上捡贝壳的人连自己是怎么被淹死的都不知道。不过柳如烟和赵天赐的这番高调嘲讽倒是提醒了我一件极其致命的事，我的钱还远远不够。1500万的现款扫空了华强北的散货，又用了2000万的过桥资金，连夜截胡赵天赐那30万根服务器内存。虽然我把网撒的足够大，但在即将到来的那场史诗级 AI 算力的海啸面前，我的资金池依然太浅了。我需要更多的钱去吃下大厂手里那些目前无人问津，但未来连漂亮国的科技巨头都要跪着求购的顶级 HBM3显存。这才是真正能卡住全世界脖子，让我彻底翻盘的核武器。我坐在电脑前，熟练地登录了股票交易软件，屏幕上满屏的红绿数字疯狂跳动，我的目光如同猎鹰一般，最终死死锁定一只名叫大洲新能源的妖股上。这只股票最近半个月涨势如虹，无数散户眼红杀入，甚至连赵天赐都在他的朋友圈里疯狂炫耀，说自己跟着庄家喝了好汤，日赚百万。但拥有钱是记忆的我，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这张光鲜亮丽的表皮下藏着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2025年5月中旬，也就是半个月后，这家被捧上神坛的公司将被国际做空机构爆出财务造假、虚构100亿海外订单的惊天大丑闻。消息落地当天，高管被集体带走，股价直接闪崩，连续20个跌停无数加杠杆的散户，连平仓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排队上了天台。赵天赐重仓这只股票的资金也将在那一刻灰飞烟灭，没有任何犹豫。我将手里仅剩的200万流动资金，加上我名下唯一一套抵押来的小商铺凑出的钱，软杠杆开通了融券做空通道，全部压住做空绿洲新能源。就在我盯着大盘疯狂敲击键盘确认操作的时候，仓库厚重的铁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灰色防静电工作服、扎着利落马尾的女孩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个温湿度测试仪，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然未施粉黛，但五官却极其清冷精致，身上带着一种理科生特有的干净与干练。她叫苏晴，是我花高薪从另一家濒临破产的科技公司强行挖来的仓库管理员。上一世为了还债，我在工地上搬砖，快要病死的时候，这个仅有几面之缘的女孩默默地给我递过一瓶干净的水和一盒退烧药。我重活一世，绝不会忘了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苏晴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仓管，她是一个被庸俗老板埋没的顶级天才，未来的国产芯片之光。林老板，2号仓库的防静电地板和24小时恒温除湿系统已经全部调试完毕，那30万根 ECC 内存我也亲自抽检过了，全都是顶级良品。苏晴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电脑屏幕上绿油油的做空界面，又看了一眼满仓库犹如大山般的火，眉头微微皱起。辛苦了。我点点头，递过去一瓶矿泉水。苏晴没有接水，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那双隐藏在镜片后的眼睛透着一丝极其敏锐的探究。林老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别人都笑你是个疯子，但我这几天仔细盘了你进货的清单 ，DDR5 HBM3 高频 ECC， 你囤的根本不是普通的 PC 内存，全是高端算力节点必须用到的核心组件。他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在压抑着内心的某种震惊。你是不是在赌下半年的 AI 技术突破？我敲击键盘的手指微微一抖，抬起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不愧是我看中的天才，在这个全网都在无脑炒作黄金的狂热时期，只有他一眼看穿了我这看似荒诞的布局。如果我说我不是在赌，而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我站起身，走到那一排排高耸入云的货架前，仿佛一个正在巡视自己帝国的皇帝。苏晴，现在的 AI 大模型全靠云端算力，但一旦云端瓶颈被突破，本地算力终端必然迎来史无前例的爆发。到那时候，这些被他们踩在脚底下的电子垃圾，就是各大科技公司活下去的唯一血液。苏晴的眼睛瞬间亮了，那种对技术敏锐的嗅觉，让他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别样的光芒，但随之理智又让他迅速冷静下来。
可是，即使 AI 爆发，现有的全球产能也足以慢慢消化需求，绝对不可能出现极端暴涨，除非全球产能突然瘫痪。我毫不留情地替他补上了后半句。苏晴倒吸了一口凉气，像看怪物一样死死盯着我。他当然不知道我拥有重生者的金手指，能未卜先知3个月后的那场晶圆厂大火。但此刻，他已经被我这种近乎疯狂的战略前瞻折服了。跟着我干吧！我转头看着他，语气无比郑重，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别做仓管了，帮我管好这批货。等这场仗打完，我给你投资10个亿，我们自己建厂，做我们龙国人自己的顶级存储芯片。到时候你就是我的首席技术官。苏晴愣在了原地，足足过了10秒钟，他那张一直冷冰冰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一个无比耀眼的笑容。他伸出纤细但极有力量的手。林总，合作愉快。时间如同指尖的沙漏，在无数人的冷嘲热讽中，转眼来到了5月15日。这半个月里，赵天赐和柳如烟几乎把猜我当成了日常消遣。赵天赐甚至还特意开着法拉利，带着柳如烟跑到我仓库门口狂按了我示威，在朋友圈炫耀他的黄金期货又赚了几百万，炫耀他的大洲新能源股票又拉了一个涨停板。我全当在看2只快要死到临头的猴子在唱戏。5月15日下午1点半，平地一声惊雷，大洲新能源的100亿财务造假丑闻犹如一颗核弹，被外媒和证监会同时实锤踢爆，整个股市瞬间爆发12级地震，无数散户哀嚎遍野。恐慌盘如海啸般疯狂砸出，股价在短短3分钟内被死死地钉在了跌停板上，并且接下来的半个月，每天都是一字跌停，根本不给任何人逃跑的机会。而我作为提前半个月重仓埋伏在最高点的龙头，看着账户里疯狂飙升的数字，平静地点燃了一根香烟，平仓结算资金回笼。当那串冰冷的数字在交易软件上最终定格时，我的个人账户余额已经从区200万恐怖的暴涨到了整整5000万。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更没有暴发户的沾沾自喜，直接将这5000万全部砸向了海外隐匿渠道，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疯狂扫荡了市面上仅存的所有 HBF3 高端显存现货。至此，我的弹药库已经彻底填满，只等东风。时间无声无息地进入到了7月初的盛夏，江城的天气异常闷热，连一丝风都没有，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仿佛有一场能将整个世界撕裂的暴风雨正在暗中酝酿。全网依然在疯狂追捧屡创新高的黄金，赵天赐和柳如烟依然在夜店里开着黑桃的香槟，庆祝他们签下的那张2个亿的 AI 服务器订单。他们根本不知道命运的齿轮，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咬合完毕，开始疯狂转动。赵天赐那2个亿订单必须用到的核心内存，正静静地躺在我的2号仓库里。2025年7月15日，那只将全球科技巨头按在地上摩擦，让所有空头灰飞烟灭的黑天鹅，终于降临了。全网都在看我囤积一屋子内存的笑话，我却靠这些垃圾一夜暴富，狂赚17个亿。因为就在今晚 ，AI 大模型开源，海外晶圆厂突发大火同时降临，全球芯片产能瞬间瘫痪，内存条直接暴涨20倍。而前世逼死我的渣女和富二代，却因为满杠杆做多黄金，遇上美联储加息，直接爆仓倾家荡产。如今为了抢一条金项链在大街上活，他们还不知道，富二代签下天价违约金的服务器大牌，唯一指定的核心内存全被我死死锁在仓库里。现在猎物已经掉进深渊，是时候倒下最后一盆开水。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赚钱吗？不是写在刑法里的那些，而是信息差。2025年7月15日，这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全球科技史册和金融史册的日子，也是我重活一世真正封神的起点。那天晚上，江城的天空闷热的仿佛要滴出水来，连一丝风都没有，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我和苏晴坐在2号仓库的监控室里，冷气开到了最大，我们面前并排摆着4台超大显示屏，分别切着外网科技版、全球大宗商品期货盘面以及各大电子元器件的交易网。墙上的电子钟啪嗒一声跳到了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也就是北美时间的早上10点。来了。我紧紧盯着左边的大屏幕，猛地坐直了身体，毫无预兆的大洋彼岸的硅谷爆出了一颗核弹级的重磅新闻：国际排名第1的 AI 巨头公司突然召开全球线上发布会，宣布其最新一代的端侧革命性大模型正式开源。这项技术彻底颠覆了以往 AI 必须依赖云端庞大服务器集群的模式，让极其复杂的 AI 运算可以直接在本地电脑和企业级服务器上流畅运行。但这有一个极其变态的硬性条件，由于模型参数过于庞大，本地算力终端必须配备海量的高频内存，起步就需要128G 的 DDR5，而企业级服务器对 ECC 内存和 HBM3显存的需求更是直接呈指数级暴增。身后传来柳如烟歇斯底里砸碎咖啡杯的声响和恶毒咒骂，但我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压在灵魂上5年的枷锁在此刻彻底粉碎。推开大门，4月的阳光洒在脸上，马路对面的商场巨型 LED 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着今天的财经头条。受全球地缘冲突影响，国际金价再创历史新高，各大金店排起长龙，全民迎来囤金热。看着那些疯狂抢购的大妈和投资客，我嘴角勾起讥讽的冷笑。买黄金避险太慢了，也太蠢了。拥有前世记忆的我比谁都清楚，这场地缘危机只是个幌子。几个月后，美联储一次突发政策调整，会让黄金迎来惨烈闪崩。上一世，赵天赐就是因为盲目加杠杆囤黄金，亏得底裤都不剩。而真正能让人一夜暴富的真黄金，此刻正静静躺在电子批发市场的仓库里，被人当成贬值的电子垃圾。3个半月后，国际几大 AI 巨头将联合发布一项彻底改变世界的 AI 大模型技术。这项技术对本地硬件提出了变态级别的要求，那就是海量的内存。而就在同一天，
海外最大的存储芯片晶圆厂区将爆发史无前例的特大火灾，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瞬间瘫痪60%，需求如海啸爆发，产能却遭遇断崖斩断。那一夜之后，被称为电子垃圾的内存条将迎来生命中最疯狂的时刻。DDR5、HBM3 高端服务器 ECC 内存价格将在短短3天内涨停，第一周翻5倍，第二周翻20倍，3个月后，一根原价1000块的内存条在黑市能炒到10万天价，而且有价无市。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银行卡，这里面是我昨天刚凑齐的1500万，这笔钱原本要拿去填柳如烟的无底洞，但现在它是我的第一桶金。我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全国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华强北。半小时后，我站在了华强北档口林立的步行街上。受全球经济和手机市场低迷影响，今年的华强北显得格外萧条，满街的老板都在为卖不出去的货发愁，尤其是内存条，价格每天都在阴跌，被圈内戏称为谁囤谁破产的跌价王。我直接无视散户，熟门熟路地推开了华强北最大的总代恒通科技的办公室大门。可刚一进门，我就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不对。老板黄胖子满头大汗地坐在办公桌后，而他对面正大刀金刀地坐着一个穿花衬衫的瘦高个。我认得这个人，他是赵天赐手下的头号狗腿子孙助理。黄老板，赵公子的耐心是有限的，你欠我们的300万，今天要是再还不出来，你这个仓库连带里面所有的破铜烂铁，可就全归我们赵氏集团了。孙助理，你行行好，再宽限几天。现在这电子配件的行情你是知道的，尤其是那批高端内存条，根本出不了手啊！你们300万就想囤我价值2000万的仓库，这跟抢有什么区别？抢，这叫合法抵债。你这满仓库的电子垃圾，除了按斤卖给废品站，谁还会要？赵公子能拿来抵债，已经是大发慈悲了。赶紧签字，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看着孙助理把一份霸王合同拍在桌上，我心里一阵冷笑。原来上一世赵天赐就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趁火打劫吞并了华强北的头部代理商，从而在后来的芯片危机中狠狠赚了一大笔。难怪他后来有财力给柳如烟办世纪婚礼。可惜这一世你们的财路我截胡了。谁说他的货没人要？我大步走过去，拉开椅子，在孙助理旁边坐下，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将那张存着1500万的银行卡啪的一声拍在了黄胖子的红木办公桌上。黄胖子和孙助理同时愣住了。消息一出，全球科技圈瞬间沸腾，这相当于给所有传统 PC 和服务器厂商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波史无前例的设备换代潮，瞬间引爆全球数以千万计的订单需求，像海啸一样冲向了底层的硬件供应链。林总，需求端真的爆发了，完全按照你的剧本在走。苏晴站在我身后，看着满屏弹出的红色加急新闻，倒吸了一口凉气。她看向我的眼神，已经从看一个敏锐的天才，变成了看一个能未卜先知的怪物。别急，这只是开胃菜。我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冷冷地盯着右边闪烁的屏幕。真正的大招在供给端。我的话音刚落，仅过了2个小时，北京时间凌晨12点半，一则突发新闻以血红色的加粗字体，瞬间霸占了全球所有媒体的头条。海外最大存储芯片晶圆厂区发生特大火灾，有毒化学气体泄漏导致连环爆炸，核心生产线全毁。预计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瘫痪60%，需求如海啸般爆发，产能却遭遇了断崖式的腰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供需失衡了，这是物理意义上的断粮。那一夜，整个华强北彻夜未眠。不是全球的电子供应链都疯了。那些天还在按斤称当废料卖的 DDR5 HBM3，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无数疯狂涌入的资本和采购商抢购一空。所有的总代渠道商黄牛在得知消息的瞬间，第一时间做出了一致的动作，捂盘惜售，绝不报价。第二天一早，内存条的价格直接跳空高开。第三天，价格翻了整整3倍。第一周结束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5倍。等到了第二周，伴随着各大科技巨头开始不计成本的在全球黑市上扫货，内存条的价格彻底失控，直接飙升了20倍。曾经卖1000块钱一条的高频内存，现在黑市上哪怕有人开价2万、3万，也绝对买不到一根。所有人都杀红了眼。而此时此刻，我那间2000平米的恒温仓库里，静静地躺着华强北所有的早期散货、日韩大厂的顶级 HBM3，以及提前截胡赵天赐的那30万根最核心的服务器 ECC 内存。林峰，苏晴拿着最新的估值报表走到我面前，她那向来冷静的手指，此刻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了，连老板都忘了叫，不停地咽着唾沫。按照今天的黑市成交均价计算，我们仓库里的这些电子垃圾总估值已经突破17个亿了。17个亿，从4月1日愚人节到7月15日，短短100天时间，我用1500万的底仓，加上2000万的过桥资金和5000万的股市获利，硬生生撬动了一个17亿的现货商业地位。我站在堆积如山、散发着浓烈金钱味道的纸箱前，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而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另一端，有人正在经历生不如死的地狱。命运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就在全球科技股和硬件市场狂欢的同一个星期，大洋彼岸的美联储突然宣布了一项极其激进的加息缩表政策，力度之大，史无前例，美元指数瞬间冲天。而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迎来了史诗级的闪光。国际金价在短短3个交易日内，上演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恐怖暴跌，不仅把前半年的涨幅全部跌穿，还连破了3个重要支撑位。那些排队买黄金的大妈们，全被死死套牢在了山顶。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
是那些加满杠杆在期货市场做多黄金的聪明人，比如咱们大名鼎鼎的赵天赐、赵公子。这天下午，我正靠在老板椅上闭目养神，苏晴推门进来，打开了挂在墙上的电视机，调到了本市的社会新闻频道。屏幕上，赵天赐名下的那家投资公司大门紧闭，外面围满了举着横幅讨债的人。镜头一转，是一段被人偷拍并发到网上的短视频。视频里，曾经不可一世的赵天赐，头发像鸡窝一样凌乱，西装被撕扯得破破烂烂，眼睛猩红，他正死死掐着柳如烟的脖子，在大街上像疯狗一样咆哮：“把项链给我，那些金条和首饰全给我拿去当了，老子爆仓了8000万，本金全亏进去了，还倒欠了券商2000万，快把钱给我补保证金啊！”赵天赐，你疯了！这是你送给我的，你破产了，凭什么抢我的东西？救命啊！柳如烟被掐得直翻白眼，双手死死护着脖子上那条已经大幅缩水的大金链子，尖叫着在地上撒泼打滚。曾经一口一个赵公子，现在只剩下怨毒的咒骂。看着屏幕里像两条野狗一样互相撕咬、颜面扫地的男女，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冷笑了一声：“这就受不了了。”我摇了摇头，放下茶杯，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锋利。赵天赐期货爆仓，倾家荡产，只是我送给你的开胃小菜，你难道忘了？你的天赐科技上个月还签了一个2个亿的 AI 服务器组装大单吗？那个大单可是高达10个亿天价违约金，而这批服务器唯一能够兼容的指定型号的那30万根三星高端 CC 内存条，现在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我的2号恒温仓库里，被我的指纹锁死死封印着。外面黑市哪怕有一根流出来，都是天价，更何况你要整整30万根。算算日子，天赐科技交货的最后期限已经不到半个月了，交不出货，10个亿的违约金和商业诈骗的罪名，足够你赵天赐在牢里把缝纫机踩到冒烟。苏晴，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的领带，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放出风去，就说国内有一个神秘的 AI 先生，手里握着全国70%以上的服务器内存现货。苏晴推了推眼镜，立刻领会了我的意图。记住，只放风声，谁的价都不回。我要让某些人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猎物已经掉进了万丈深渊的陷阱，现在该是我这个猎手，在井口倒下最后一盆开水的时候。前世害死我的渣男，因为做多黄金爆仓倾家荡产，如今交不出2亿的服务器大单，即将面临10个亿的违约金和10年牢饭。走投无路的他，逼着女友变卖所有奢侈品，还让他陪酒卖笑，凑了100万中介费，只为求见那位垄断了全国70%核心内存现货的100亿大老姚先生。看着视频里前女友屈辱大哭，悔不当初的模样，我坐在市中心顶层写字楼的老板椅上冷笑出声。因果报应这东西，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快这么猛。赵天赐当初在我的仓库门口笑得有多大声，现在的叫声就有多凄厉。8月中旬，距离天赐科技那个2亿 A 服务器订单的交货时间只剩下最后不到10天了。按照合同规定，如果延期交货，违约金高达合同总额的5倍，也就是整整10个亿。更要命的是，这个项目的甲方是有军工背景的超级企业。如果查出赵天赐挪用预付款去炒黄金期货，这就是10年起步的合同诈骗，10个亿的窟窿加上10年牢饭，终于把这位不可一世的富二代逼成了疯狗。天赐科技的总裁办公室里一地狼藉。没货？什么叫没货？老子愿意出双倍的价格去给我找啊！赵天赐双眼猩红，像一头发狂的野兽。赵总，真不是钱的问题了，现在全世界都在抢高频内存。三星原厂的64G 高级 ECC 服务器内存条，黑市里连一根二手货都找不到。原本华南区老李手里有30万根尾货，就在3个月前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全部截胡了。谁？到底是谁在搞我？现在整个供应链都在乱。国内有一个极其神秘的大佬，代号 L 先生，他提前扫空了市面上70%的高端现货。现在全世界的科技巨头都在满世界找这位 L 爹求续命。L 先生，不管用什么办法，砸锅卖铁也要联系上他，只要他肯匀30万根给我，我给他跪下喊爷爷都行。可是求见100亿级别的幕后大佬，是需要海量真金白银做敲门砖的。在黄金期货上爆仓的赵天赐，现在手里连100万现金都拿不出来，被逼上绝路的他，终于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那个跟着他享受没多久的女人柳如烟。那天晚上，赵天赐冲回租住的高级公寓，二话不说拉开衣柜，像土匪一样把柳如烟那些几10万的爱马仕包包、名贵手表统统扫进黑色垃圾袋里。赵天赐，你干什么？你疯了吗？那都是我的东西。你的东西？你全身上下哪一样不是老子的钱买的？赵天赐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将柳如烟狠狠扇倒在地。现在的赵天赐胡子拉碴，脸庞扭曲，哪里还有半点开法拉利嘲笑我的风光？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我不套点现金出来找中间人，咱们俩都得去大街上要饭。你不是自诩名扬吗？现在是你给老子出力的时候了。赵天赐不仅扒光了柳如烟的奢侈品，连他的最后一丝尊严也没放过。为了搭上能联系先生的圈子，他强迫柳如烟穿上暴露的衣服，去参加乌烟瘴气的地下酒局、高级 KTV 包厢里。柳如烟被几个满嘴黄牙的黄牛夹在中间，一只粗糙的大手在他腿上肆无忌惮的游走，另一个秃头老男人硬生生往他嘴里灌着高度洋酒。赵总的女朋友就是给面子，喝完这杯我就帮你们
引荐那位手眼通天的 L 先生。烈酒入喉，柳如烟被呛得眼泪直流。她求救般的看向赵天赐，却只看到赵天赐正对着老男人谄媚陪笑，甚至用眼神示意他放开你。那一刻，柳如烟的心彻底坠入了冰窖。好不容易借口上洗手间，她冲进隔间，趴在马桶上吐得撕心裂肺，看着镜子里衣衫凌乱、狼狈不堪的自己，恍惚间，她突然想起了4个月前，那时候的她，哪怕只是轻轻咳嗽一声，我就会紧张的半夜跑去3公里外买药。她随口说想吃虾饺，我会顶着大雨跨越半个城市去排队，怀里死死捂着保温盒，生怕冷了。为了给她买那1500万的大瓶子，我在工地连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喝。林峰，我到底干了什么？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啊？极度的悔恨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脏。他以为自己甩掉穷光蛋，傍上了参天大树，却没想到那是通向地狱的悬崖。就在这时，洗手间的门被猛地踹开，赵天赐像个疯子一样冲了进来，眼中闪烁着病态的狂喜。如烟，搭上线了。那个秃头收了咱们卖包换来的100万，终于同意引荐了。明天晚上就在全市最顶级的皇家1号会所 ，L 先生答应出席晚宴了。柳如烟麻木地看着他，像个失去灵魂的木偶。赵天赐死死盯着他，下达了最无耻的命令。这可是身价100亿的超级大佬，明晚把你那套开叉到大腿根的高定晚礼服穿上。不管 L 先生有多老多丑，哪怕是个变态，就算他当着我的面要你，你也得乖乖给我张开腿，把他伺候舒服了。他不高兴，咱们俩都得死，听见没有？柳如烟浑身一颤，闭上眼睛，屈辱的眼泪绝望的滑落。而此时此刻，在市中心最高端的甲级写字楼顶层，我正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俯瞰着这座繁华城市的夜景。苏晴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套装，将一份烫金的请柬轻轻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极其讽刺的笑意。林总，好消息，赵天赐砸锅卖铁凑了100万中介费，只为了求 L 先生赏脸吃顿便饭。听说为了表现诚意，赵公子还特意带上了他那位名媛未婚妻，说是准备了特殊节目来讨好您。我端起桌上的威士忌，仰起头将烈酒一饮而尽，嘴角勾起一抹嗜血而残忍的冷笑。100万吃顿饭，赵公子还真是大手笔啊！去回复那个中间人，明晚8点，L 先生准时赴约。赵天赐、柳如烟，你们为了这30万根救命的稻草，连最后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很期待，当明天晚上皇家1号的包厢大门推开，你们满脸谄媚的准备跪舔这位100亿大佬，看到坐在里面的人是我，你们的表情会是何等的精彩！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到了收网的高潮。为了求得30万根救命内存条，破产富二代竟逼着我的前女友穿上深 V 开叉礼服来顶级会所陪我。前世害死我的渣男，因炒黄金爆仓，交不出2亿大单，即将面临10亿违约金和10年牢饭。走投无路的他砸锅卖铁，只为求见垄断全国内存的L先生。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被他们嘲笑收破烂的穷屌丝，就是他们此刻要跪舔的L爹。我缓缓点燃一根雪茄，当灯光亮起，这对狗男女脸上的表情，绝对比死了亲爹还要精彩。如果要问我重活这一世，最期待的画面是什么？那一定不是看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疯狂跳动，也不是站在万众瞩目的领奖台上，而是此刻2025年8月20日晚8点，全市最顶级的私人会所皇家1号的至尊钻石包厢外，我坐在监控室的老板椅上，透过高清屏幕，像欣赏马戏团的猴戏一样，看着走廊里那一男一女。赵天赐穿着一身明显不合身的西装，因为他以前那些昂贵的高定早就被法院查封抵债了。他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而他身边的柳如烟，更是一副让我看了都忍不住想要鼓掌的精彩打扮。那是一件极其大胆的黑色深 V 晚礼服，布料少得可怜，裙摆的高开叉几乎裂到了大腿根部，背部更是全裸。在这寒气逼人的中央空调下，他冻得瑟瑟发抖，却不得不努力挺直腰背，挤出那道深邃的事业线。给我听好了！赵天赐突然停下脚步，恶狠狠地捏住柳如烟的下巴，压低声音怒吼：一会进了门，把你那副死鱼脸给我收起来！不管里面的 L 先生长得像猪还是像猴，你都得给我像。要是今晚这事儿黄了，老子就把你卖到东南亚去抵债。我知道了，我会听话的。柳如烟眼里噙着泪水，屈辱地点了点头，声音止不住的颤抖，看着屏幕里这对曾经不可一世的神仙眷侣，如今沦落成这副拉皮条的恶心模样。我掐灭了手中的雪茄，整理了一下高定西装的衣领，好戏开场了。我站起身，对身后的保镖和2名商会会长点了点头，转身走向钻石包厢。5分钟后，钻石包厢内，我坐在那张象征着绝对权力的主位上，整个人隐没在略显昏暗的灯光阴影中。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本市总商会的王会长，坐在我右手边的是电子行业协会的理事长。这2位平时在电视新闻里都要占C位的大佬，此刻正一脸恭敬地给我倒茶。林总，这赵天赐手里的100万中介费，我们可是全捐给慈善机构了。为了见您一面，这小子可是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我淡淡一笑，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就在这时，包厢内上厚重的雕花红木大门被人从外面缓缓推开。小兄弟，你是来拿剑的？我不拿剑，我来扫货。我靠在椅背上，环顾了一圈他身后的巨大仓库，一字一句地抛出了那句让在场2人都怀疑人生的话：外面的人都在囤黄金，但我对黄金没兴趣。我要你仓库里所有的 DDR5，所有的 HBM3线存，还有那些堆着吃灰的高端服务器内存条，只要是原厂正品，我全包了。
黄胖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像看精神病一样看着我。孙助理则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直接捧腹大笑起来。小子，你他妈哪来的神经病，跑着来装大款？现在内存条价格一天跌3个点，你这时候拿钱砸进去囤这些电子垃圾，你脑子进水了吧？我根本懒得废话，直接打开手机银行，将屏幕对到了黄胖子和孙助理的脸上，上面的余额赫然显示着1500万元。黄老板，这笔生意你接不接？如果你不接，我现在就去对面恒大科技，他们满仓库的货，想必很乐意套现。黄胖子死死盯着那一长串铃，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爆发出饿狼般的金光。他猛地一把推开孙助理的霸王合同，肥胖的身躯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借了，为什么不借？林老板，从现在起，我这个仓库所有的现货全是你一个人的，我马上叫人清点锁仓。姓黄的，你疯了？你敢得罪赵公子？去你妈的赵公子！老子现在有现金流了，还用受你们的鸟气？拿着你们的破合同滚蛋！孙助理被骂得狗血淋头，灰溜溜的夹着包跑了。黄胖子一边给我递烟，一边还是忍不住好心提醒了一句：林老板，货是你的了，但哥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玩意儿现在真砸手里啊，每天光是仓主费都是一笔巨款，你打算囤到什么时候？我点燃香烟，深吸了一口，看着窗外华强北熙熙攘攘的街道，嘴角勾起一抹冰冷且疯狂的弧度。不用囤很久，3个月后会有人求着来买。归鸡狂潮的倒计时已经开启，赵天赐、柳如烟，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狂欢吧！很快，我就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1500万的现货全部换成跌落谷底的内存条，堆起来究竟是什么概念？在华强北郊区这间2000平米的顶级防静电恒温仓库里，我终于看到了答案。那些用牛皮纸箱和防静电带严密打包好的 DDR5、HBM3 显存，以及高端服务器专用的 ECC 内存条，一层层垒到了天花板，在冷白色的白炽灯下堆叠得像一座座起伏的硅基山脉。空气中弥漫着纸箱和防静电包装袋特有的工业气味，这种味道在别人闻起来可能有些刺鼻，但在拥有前世记忆的我闻起来，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迷人的铜锈味。因为我知道，只要熬过这3个多月，这里的每一个纸箱都会变成让全世界科技巨头疯狂抢夺的软黄金。林老板，华强北各大档口和总代的现货，只要是能用的高端条子，基本都在这儿了。黄胖子一边擦着额头不断冒出的冷汗，一边用看绝世大冤种的眼神看着我。按照你的吩咐，全部验货入库，恒温恒湿，24小时安保全天候盯着。不过林老板，我实在憋不住想多嘴一句，现在的行情一天跌3个价，您把全部身家压在这上面，风险实在太……我抬起手打断了黄胖子的话。老黄，你只管收钱交货，其他的别问。我满意的拍了拍面前的一箱货，刚拿出手机准备给黄胖子结清最后一笔尾款，仓库外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刺耳的跑车引擎轰鸣声，那声音如同野兽咆哮，蛮横的撕裂了郊区仓库的宁静。紧接着，砰的一声车门闷响，一辆极其骚包的红色法拉利 F8以一个嚣张的甩尾姿态，稳稳停在了仓库的卷帘门外。那个收了钱的秃头中间人像个太监一样弓着腰，满脸堆笑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赵总，快进来 ，L 先生就在里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赵天赐深吸一口气，脸上瞬间堆起一副比哭还难看的谄媚笑容，点头哈腰的走了进来，恨不得把头低到裤裆里。柳如烟紧随其后，她强行挤出一个练习了无数遍的妩媚笑容，刻意扭动着腰肢，像是一件待价而沽的高级外围商品。包厢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的轻微声响。我也没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他们。因为背光的原因，再加上我也没让他们抬头，他们第一时间根本看不清我的脸。L 先生，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赵天赐还没站稳，膝盖一软，差点就要跪下了。鄙人天赐科技的赵天赐，早就听说您手眼通天，掌握着全国的算灵命脉，今日一见，真是3生有幸。说完，他赶紧用手肘狠狠捅了一下身边的柳如烟。柳如烟浑身一颤，像是被启动了开关的充气娃娃。他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忍着屈辱往前走了2步，夹着嗓子发出了那声足以让我恶心到吐的声音。道总，你好，我是如烟，早就听说您是商界的英雄豪杰，今晚能见到您，真是如烟的福气。一边说着，他一边按照赵天赐教的剧本，端起桌上的一杯红酒，身子故意往前倾，试图将那一抹春光毫无保留地展示给这位神秘大佬。道总，这杯酒我敬您，如果您不嫌弃，今晚如烟愿意为您做任何事。他的声音极其甜腻，眼神甚至不敢直视，只是死死盯着那个坐在主位上的身影。任何事？我在阴影中突然轻笑了一声，这熟悉的声音让正在倒酒的柳如烟手猛地一抖，红酒瞬间洒出了一半。赵公子的未婚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廉价了？一杯酒就能换任何事？我一边说着，一边缓缓前倾身体，让头顶那盏璀璨的水晶吊灯的光芒一点点照亮我的脸庞。还是说，赵公子那2个亿的订单快要把你们逼死了，所以连老婆都能拿出来卖？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赵天赐脸上那谄媚的笑容瞬间僵硬，像是一块干裂的面具，死死挂在脸上。柳如烟更是猛地抬起头，那一瞬间，她的瞳孔剧烈收缩，像是看到了这世界上最恐怖的索命恶鬼。在他们的视网膜上，映出了一张他们再熟悉不过，也最看不起的脸。没有大腹便便的老头，没有油腻猥琐的中年暴发户，坐在主位上，被2位商界大佬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嘴唇疯狂哆嗦着，看着眼前这个气场强大到让他感到无比陌生的男人。4个月前，这个男人还在为一套房子卑微求全，而现在他高高在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正用一种看蝼蚁的眼神俯视着他。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你怎么可能是那个神秘大佬？林峰，你在骗我对不对？你是故意租了这个场子来羞辱我的对不对？看着他那副自欺欺人的可笑模样，我连解释的欲望都没有，我只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赵天赐不得对林理事长无礼。身旁的电子协会理事长立刻会意，猛地一拍桌子，冷冷的开口：林总现在是我们电子行业协会最年轻的副会长，也是本次算力危机中国家指定的战略资源调配人。你如果再敢咆哮，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扔出去。官方认证最为致命，赵天赐最后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竟然真的直挺挺跪在了地毯上。刚才那个嚣张跋扈的赵公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摇尾乞怜的丧家之犬。林爷，林祖宗！赵天赐跪着往前爬了几步，想要抓我的裤脚，被旁边的保镖一脚狠狠踢开。他顾不上疼痛，疯狂的磕头，额头撞在地板上，砰砰作响。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是混蛋，求求您，看在咱们以前认识的份上，看在如烟的面子上，救救我吧！给我30万根内存条，不，20万根也行，只要能交差，哪怕是2手拆期货，我也给你跪下了。看到赵天赐跪下，柳如烟也终于反应过来了。她慌乱地整理了一下自己那暴露的衣服，却发现怎么遮都遮不住那一身廉价感。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希冀，那是她惯用的伎俩，打感情牌。林峰，我知道你还是在乎我的，对不对？柳如烟红着眼眶往前挪了2步，声音带上了做作的哭腔。你做这一切，甚至化身 L 先生，都是为了向我证明你的能力，为了让我后悔，对不对？我现在知道了，你比赵天赐强1万倍，我不嫁给他了，我回到你身边好不好？只要你肯救救天赐科技，把那批货给我们，以后我天天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生孩子，你想怎么样都行。说着，他竟然真的想要伸出那双手来拉我。听到这话，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我直接端起桌上那杯刚才他没倒完的红酒，没有任何犹豫，狠狠地泼在了他那张虚伪至极的脸上。酒红色的液体顺着他的头发脸颊流下，流进那条深密的沟壑里，狼狈到了极点。柳如烟，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你以为你是谁？倾国倾城的公主，还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在我眼里，你连仓库里的一根报废内存条都不如。我从怀里掏出一张湿纸巾，擦了擦刚才碰到杯子的手指，像是擦掉什么令人作呕的脏东西，然后将纸巾狠狠砸在赵天赐的脸上。想买货可以啊。我指了指被泼满红酒的地毯，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审判。一根内存条，现在黑市价5万，你们俩现在跪在这里，把地毯上的红酒给我舔干净，舔干净1块，我卖给你们1根，30万根。我看着地上犹如烂泥一般的两人，冷冷一笑：你们这对狗男女，就算把舌头舔烂了，怕是也舔不过30万根。偌大的至尊钻石包厢里，只有那盏璀璨的水晶吊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还有赵天赐和柳如烟急促像拉风箱一样的绝望喘息声。刚才被我泼在地毯上的红酒，顺着昂贵的波斯地毯纹路缓缓晕开，像是一滩触目惊心的血迹。赵天赐直挺挺地跪在地上，死死盯着那一滩酒渍，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他的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着，脸上的肌肉因为恐惧和纠结而疯狂抽搐。那是他最后的尊严。作为曾经不可一世、开着法拉利四处炫耀的富二代，这是他仅剩的一层遮羞布。但是在尊严的另一边，是高达10个亿的天价违约金，是即将面临的商业诈骗指控，是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踩缝纫机的绝望深渊。寂静中，我清晰地听到了一声吞咽口水的声音。下一秒，坐在我身边的王会长和理事长都惊掉下巴的一幕发生了。赵天赐像是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竟然真的双手撑地，慢慢的、一点点的把头低了下去，像狗一样凑向了那块浸满红酒的地毯。我舔，我舔。赵天赐的声音嘶哑的像砂纸蘑菇，带着毫无底线的卑微。林姨，只要您肯卖货给我，别说是地上的红酒，就是尿我也喝。为了活命，为了那该死的30万根能救他命的服务器内存条，这位高高在上的赵公子彻底不要脸了。赵天赐，你疯了吗？旁边的柳如烟发出一声尖叫，满脸惊恐的伸手去拉他。你是赵家的大少爷啊，你怎么能做这种事？那是地上的脏东西啊！滚开，你个贱人！赵天赐猛地回头，一巴掌狠狠甩在柳如烟脸上，直接把她打翻在地，红着眼疯狂咆哮：你想死别拉上老子！你要是想活命，就给老子一起舔！这酒是你洒的，你也别想跑！看着这一幕狗咬狗的闹剧，看着曾经高高在上嘲笑我是底层穷鬼的两人，如今为了我手里的一点资源，竟然卑贱到了尘埃里，甚至在地上互相撕咬。这种掌握别人生杀大权的掌控力，简直比赢下一场1000亿级别的商战还要痛快。但我并没有让他们真的舔下去。就在赵天赐的舌尖即将碰到地毯的那一瞬间，行了，我冷冷的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道不容违抗的圣旨，让赵天赐的动作瞬间僵在了半空中。我嫌恶的从桌上抽出一张湿巾，擦了擦根本没脏的手，像是看2坨发臭的垃圾一样看着他们。赵天赐，你还真是不挑食啊！林姨，您这是答应了？我就知道林爷您大人有大量。赵天赐猛地抬起头，脸上挂着恶心的鼻涕和眼泪，眼中闪烁着狂喜和希冀的光芒。我嗤笑一声，身子后仰，翘起了2郎腿，用看智障的眼神俯视着他。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舔了，我就一定会卖全部的货给你们？我说的是舔干净1块，卖给你们1根。我伸出手指，指了指那一大滩酒渍，声音如同寒冰。这地毯上的酒，少说也得有半瓶吧？这一块地毯也就巴掌大，
你就算把舌头给磨烂了，顶多也就只能换走5根。赵天赐彻底愣住了，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转变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灰色。可是我缺的是30万根啊，5根有什么用？那是你的事，关我屁事。我摊了摊手，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冰冷和肃杀。赵天赐、柳如烟，你们是不是真的失忆了？我直接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了收藏夹里那张早就准备好的截图，那是柳如烟3个月前在法拉利副驾驶上发的小红书，那个曾经把我钉在耻辱柱上，引爆全网群嘲的爆款帖子，那个为我倾家荡产囤电子垃圾的前男友，如今有多可笑？我把手机屏幕转过去，直接对到了柳如烟那张惨白如纸的脸上。来，柳大名媛，把你当时熬夜想出来的文案，当着2位商会会长的面，大声念出来。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极强的压迫感。柳如烟浑身剧烈颤抖，眼神疯狂躲闪，根本不敢看屏幕一眼。不念是吧？那我帮你念。我盯着屏幕，一字一句，声音洪亮而充满极致的讽刺，回荡在整个包厢里。有些男人真是颇信的可怕，拿着买房的钱去囤一堆电子垃圾，还以为自己是巴菲特。这种穷人思维，注定一辈子翻不了身。感谢赵公子的走金项链，让我看清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层格局。念完，我猛地把手机往桌上一拍，砰的一声巨响，吓得地上的柳如烟和赵天赐同时浑身一抖。听听，多么精彩的文笔，多么高贵的格局！我站起身，皮鞋踩在地毯上，走到他们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对狼狈不堪的男女。当时你们开着跑车，嘲笑我囤的是卖不出去的电子垃圾，现在怎么了？趴在地上求着买垃圾？你们不仅穷，还贱。既然你们这么看不起这堆垃圾，我就更不能卖给你们了。我弯下腰，凑到赵天赐的耳边，用只有我们3个人能听到的语气轻声说道：毕竟我这人记仇，这30万根内存条，我哪怕全部砸碎了，听个响，哪怕直接扔进海里填海，也绝不会给你们1根。这就是我对你们4个月前那番嘲讽的最高级回报。绝望，彻底的、深不见底的绝望。赵天赐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他像是被抽干了全身的骨头，瘫软在地上，像是一滩没有任何生机的烂泥。而柳如烟似乎还没死心，她突然像发了疯一样，不顾一切的往前扑过来，死死抱住我的大腿。林峰，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柳如烟哭的妆都花了，黑色的眼线混合着泪水，流得满脸都是。曾经精致的脸庞，此刻像个恐怖的女鬼。5年啊，我们在一起整整5年啊！你以前那么爱我，连我咳嗽一声，你都心疼的半夜去买药，你怎么能变得这么狠心？你做这些只是为了报复我，对不对？只要你解气了，我们就重新开始，好不好？他一边哭嚎，一边试图用那具暴露的身体蹭我西装裤腿，试图唤起我哪怕一丝一毫的生理反应，或者是怜悯之心。只要你救救天赐科技，把货给我们，我马上跟赵天赐分手，我以后天天伺候你，你想怎么样都行。但他根本没机会碰触到我，还没等我抬腿，站在我身侧的黑衣保镖已经眼疾手快地跨前一步，像踢开一只带着病毒的野狗一样，一脚狠狠踹在柳如烟的肩膀上。柳如烟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贴着地毯滚出2米远，捂着肚子在地上痛苦的干呕。我拍了拍裤腿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眼神冷漠的像是在看一具冰冷的尸体。柳如烟，别侮辱爱这个字了，以前那个林峰已经死了，是被你们亲手杀死的。至于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整理了一下深蓝色的真丝领带，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是你的债主，是你的噩梦，是亲手把你们送进地狱的判官。说完，我不再看这堆垃圾一眼，转身走向主位，对着门口的保安挥了挥手，语气平淡的像是在吩咐服务员清理剩菜。把这2个东西扔出去，别脏了王会长和理事长的眼。4名身材魁梧的顶级安保瞬间冲进包厢，一左一右，像拖死狗一样架起瘫软的赵天赐和还在疯狂哭嚎的柳如烟。林峰，你不得好死！你这么绝情会遭报应的，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赵天赐被倒拖出门时，还在歇斯底里的发出无能狂怒的咒骂。林峰，求求你，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柳如烟的声音充满了痛彻心扉的悔恨，随着砰的一声闷响，包厢内上厚重的雕花大门被重重关上。那些聒噪、恶心、肮脏的声音，我皱了皱眉，转头看去，漫天飞舞的灰尘中，一男一女满脸嫌弃的走了进来。男的穿着一身浮夸的高定西装，刻意卷起袖口，露出手腕上那块反光刺眼的理查德米勒腕表；女的则是一身香奈儿最新款套裙，紧紧挽着男人的胳膊，另一只手娇滴滴的扇着鼻子面前的空气，仿佛这里的空气有毒，会弄脏她高贵的呼吸道。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在售楼处被我撕碎合同，狠狠羞辱过的柳如烟，以及前世用高利贷将我逼上绝路，最终踩着我的尸骨走上人生巅峰的富二代赵天赐。华强北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人提着1500万现金，像个疯子一样横扫所有跌价内存条的消息，仅仅用了1个下午，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业内传开了。赵天赐名下有一家名叫天赐科技的公司，平时也靠着家族人脉做些服务器组装的倒买倒卖生意。他听到这则圈内笑话，原本只是跑来看热闹，结果一打听，发现这个轰动华强北的绝世大傻逼居然是我，这不，立马就带着柳如烟，开着法拉利火急火燎的赶过来落井下石了。哎呦喂，我还当是哪个没脑子的暴发户在华强北疯狂撒币呢，搞了半天，原来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头号情种林峰啊！
赵天赐肆无忌惮的放声大笑，瞬间被彻底隔绝在了门外，世界终于清静了。我转过身，看着面面相觑，眼神中对我多了几分敬畏的王会长和理事长，我脸上的冰冷消散，重新挂上了得体而优雅的微笑，仿佛刚才那个如同修罗般的男人根本不是我。抱歉，处理了一点私人的垃圾，让两位见笑了。我端起桌上新到的罗曼尼康帝，轻轻摇晃着高脚杯，语气平静而从容。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关于我手里那30万根三星 AT 内存条，既然天赐科技无福销售，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怎么将它们无偿捐赠给国家的超算实验室了。林总大义，这才是真正的格局啊！林总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家国情怀，我等佩服。来，敬林总。两位商界泰斗对视一眼，纷纷举起酒杯，眼中的赞赏与震撼溢于言表。哪怕隔着厚厚的隔音门，我似乎还能隐约听到门外走廊里保安拖拽重物时发出的摩擦声，那是赵天赐和柳如烟的虚荣与尊严被我彻底放在粉碎机里碾碎的声音。但这只是一个开始，10个亿的违约金和合同诈骗的铁证已经启动，接下来等待这对狗男女的将是法律最严酷的审判。什么叫墙倒众人推？什么叫落井下石？在这1周里，赵天赐用他的亲身经历给全市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课。2025年8月31日，这本来是天赐科技交付那批2亿 AI 服务器的最后期限，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赵天赐的公司就已经变成了一座死坟。皇家1号晚宴结束后，嗅觉灵敏的债权人、被拖欠工资的员工以及收到风声的经侦大队，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瞬间将天赐科技的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要把公司做成上市独角兽的赵公子，此刻正像只过街老鼠一样缩在办公桌底下，手里紧紧攥着变卖公司所有设备凑出来的几10万跑路费，把能卖钱的全搬走。赵天赐那个王八蛋肯定藏在里面。办公室的大门被愤怒的供应商轰然撞开，紧接着便是一场毫无体面的洗劫。有人搬椅子，有人拆灯泡，甚至有人为了抢椅子大打出手。赵天赐趁乱披了一件清洁工的衣服，从消防通道狼狈逃走，但他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那个签了军令状的超级国企甲方直接一纸诉状将他告上了法庭，涉案金额2个亿，造成重大国家科研项目延误，这罪名叫做合同诈骗，足够他在里面把缝纫机踩到下辈子。不过最精彩的大戏并不是发生在法庭上，而是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条肮脏的小巷里。这段被外卖小哥拍下的视频直接冲上了同城热搜第一。画面里，赵天赐和柳如烟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恶臭，正躲在便利店后巷的垃圾桶旁边。去泰国，只要去了泰国我就安全了。赵天赐蹲在地上，神经质地数着包里仅剩的几万块钱，而站在他身后的柳如烟，眼神里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爱意，只剩下像饿狼一样的贪婪与凶狠。这半个月，他跟着赵天赐睡桥洞、翻垃圾、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生活，彻底成了泡影。他受够了，他要钱，他要活下去。趁着赵天赐不注意，柳如烟突然抄起地上的一块板砖，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砸向了赵天赐的后脑勺，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赵天赐惨叫一声，捂着喷血的脑袋倒在泥水里。柳如烟像疯了一样扑上去，一把抢过那个装钱的黑色塑料袋，转身就跑。臭婊子，你敢抢老子的救命钱！赵天赐顾不上满头鲜血，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般扑了上去，一把死死薅住柳如烟的头发，将她狠狠拽倒在地。放手！赵天赐，你个王八蛋，是你害了我，这钱是你欠我的青春损失费。柳如烟尖叫着，回身用长指甲疯狂抓挠赵天赐的脸，两人彻底撕破脸皮，在肮脏的泥水里翻滚扭打。你也配跟老子谈青春？你就是个烂货！要不是为了给你买那些破包，老子至于挪用公款吗？老子今天打死你！赵天赐彻底红了眼。此时此刻，柳如烟不再是他心爱的女人，而是抢他命的仇人。他骑在柳如烟身上，拳头如雨点般疯狂砸向他那张曾经引以为傲的名媛脸。拳到肉的闷响和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空巷中，直到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夜空。红蓝闪烁的警灯照亮了整个巷子。当警察冲上去拉开两人时，赵天赐已经被抓破了相，满脸血痕。面对冰冷的手铐，他吓得瘫软在地，当场尿了裤子。而柳如烟更惨，鼻梁被打断，脸肿得像个血肉模糊的猪头，手里还死死攥着几张被撕烂的钞票，像个疯婆子一样又哭又笑。这对曾经高高在上嘲笑我的狗男女，一个进了看守所等待重判，一个被扔进了医院急救中心。而这一幕，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此时此刻，我正坐在本市最大的5星级酒店里，接受财经频道的直播专访。我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胸前别着年度杰出青年企业家的徽章。林总，现在的内存价格已经炒到了天价，您却决定将30万根核心内存和500万颗显存全部平价供应给国家科研实验室，这相当于放弃了至少50个亿的利润。是什么让您做出这样的决定？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但国家的科技命脉绝不能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这是我作为一名龙国企业家的责任。我看着镜头，语气谦虚而坚定，短短几句话，直接让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将原本用来复仇的筹码，变成了托举国家算力的基石，彻底成了全国敬仰的民族之光。而此时，是人民医院急诊科嘈杂的走廊上，头上缠满纱布，脸中得看不出人形的柳如烟，正痛苦地坐在角落输液。她没钱交住院费，只能待在这个充斥着消毒水味的角落。抬头间，她正好看到了挂着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我的这段专访。画面里，我意气风发，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画面外，他满身污泥，疼痛难忍，被路过的护士嫌弃的催缴医药费。那是林峰，那是我的林峰啊！柳如烟痴痴地盯着电视屏幕，
眼泪混着血水流进了嘴里，咸得发苦。极度的悔恨吞噬了他仅存的理智，他突然发了疯一样，想要爬起来冲向电视机。林峰，我在这儿，我是如烟啊，你说过要娶我的，那真的是我的林峰啊！乱动什么？真都跑了，没钱交费就赶紧联系家属，别在这发疯。家属？我没有家属了，我把最爱我的人弄丢了。柳如烟颓然倒在地上，死死盯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光，终于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在那哭声里，他想起了那个在工地啃白水煮面条也要给他买房的男孩。那个男孩现在站在云端，成了他永远只能仰望的神，而他为了那一时的贪婪和虚荣，亲手把自己送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在这个冰冷的夜晚，有人在云端俯瞰众生，有人在泥潭里互相撕咬，这就是命运给出的最公正的判决。2025年9月15日，距离天赐科技破产，赵天赐入狱，柳如烟毁容发疯，已经过去整整半个月了。这半个月里，全球科技圈发生了一件比晶圆厂大火还要炸裂100倍的大地震。以美利国为首的西方科技联盟，眼看着龙国在 AI 算力领域即将突破技术壁垒，实现弯道超车，他们终于坐不住了，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祭出了最终的杀手锏，全面封锁高端存储芯片。一道犹如铁幕般的禁令在全球下达，西方不仅严禁三星、海力士等日韩大厂向中国出售任何 HBM3 以上的高端显存，甚至连黑市上的二手货源都被 FBI 和 CIA 严密监控，一旦发现流入龙国，立刻跨国制裁。这一招釜底抽薪，精准地掐住了中国几大 AI 巨头的大动脉。这些正在全力冲刺端侧大模型的民族企业，突然绝望地发现自己的粮仓空了，没有海量的高端内存作为支撑，再牛逼的算法架构也只是一堆无法运行的代码，是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整个中国科技圈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绝望。无数顶尖科研人员看着实验室里被迫停摆的超级服务器，急得红了眼眶，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就在整个华夏大地为了算力卡脖子而哀鸿遍野的时候，那些傲慢的西方资本却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投向了那个传说中握有全球70%现货的姚先生，也就是我。那天上午，我正坐在顶层办公室里翻看国内各大科技公司的求购函，办公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苏晴冷着脸走了进来，身后跟着2个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2个人鼻孔朝天，走路带风，连看都没看外面员工一眼，骨子里透着一种西方资本特有的傲慢。他们是美利国最大的半导体巨头星辉派来的副总裁林先生，我们知道你手里捏着目前全球最大的一批现货。那个叫史密斯的副总裁刚一落座，连最基本的寒暄都省了，直接翘起2郎腿，用一口极其生硬且傲慢的中文向我开出了他们自认为无法拒绝的天价筹码。西方联盟的经理你已经看到了，狼国企业现在连1美元都付不出，因为他们根本拿不到进口批文。但我们不同，我们愿意去3倍的市场价买断你手里所有的内存条。史密斯身旁的助理立刻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英文合同，重重地拍在我的办公桌上。除此之外，所谓新会的特级贵宾，我们可以立刻为你转交办理美利国旅卡，只要你签了字，明天你就可以坐着私人飞机移民美国，在比弗利山庄享受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富豪待遇。狼国给不了你的，我们全都能给。3倍！听到这个数字，站在我身后的苏晴倒吸了一口凉气，手心瞬间渗出了冷汗，无比紧张地盯着我。如果是纯粹的商人，听到这个数字，恐怕早就跪在地上喊这群洋鬼子爸爸了，因为这意味着我那一仓库原本估值17个亿的货，在极端溢价下，瞬间变成了整整50个亿的惊天巨款，50个亿的现金，加上通往西方上流社会的门票，这笔交易太诱人了，诱人到足以让99%的人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国家。但我只是靠在真皮椅背上，看着史密斯那张笃定我会像狗一样摇尾巴的脸，突然冷冷地笑了。我拿起桌上那把纯金的雪茄剪，慢条斯理地剪掉古巴雪茄的头部，动作优雅而从容。史密斯先生，你是不是对龙国，或者说对龙国人有什么致命的误解？林先生，这是纯粹的商业，没有人会跟50个亿的现金过不去。现在的狼国已经被全面封锁，他们吃不下你这么多高端货，只有美利坚才能给你最高的利润。你是个聪明的商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我拿起打火机点燃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将浓烈的烟雾直接且极度放肆地吐在了史密斯的脸上。我收起笑容，眼神瞬间变得如同出鞘的利剑，无比犀利，带着一股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恐怖压迫感。在你们这些满身铜锈的洋鬼子眼里，这是生意；但在我林峰眼里，那是我们国家的命。我猛地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震得桌上的咖啡杯剧烈弹起。我豁然起身，抓起桌上那份价值50亿的收购合同，当着这2个外国高管的面，从中间狠狠撕成2半，然后像扔垃圾一样直接砸在史密斯的脸上。带着你的臭钱，给老子滚出去！我指着办公室的大门，用纯正的中文字正腔圆地吼出了那句让身后的苏晴瞬间热泪盈眶的话：回去告诉你们那个狗屁科技联盟，老子手里的货，哪怕在仓库里放烂了，哪怕拉去填海，也绝不会卖给你们。
想卡龙博科技的脖子，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吧。你这个放肆，这牺牲也牺牲。史密斯被漫天飞舞的碎纸片砸了一脸，脸色瞬间铁青，气急败坏的指着我咆哮：“你会后悔的！没有我们西方的技术手段，没有我们的市场，你手里的这些电子垃圾，在中国根本发挥不出最大价值。你这是在和整个游戏解我对。”保安，我连多看他们一眼都嫌脏，直接按下了桌上的紧急呼叫铃。几秒钟后，两个身材魁梧、退伍特种兵出身的黑衣保安冲进办公室，根本不顾这两个外国高管的尖叫和抗议，像架着两头死猪一样，直接将他们从办公室一路拖进了电梯，极其粗暴地扔出了大厦的那一刻，整个总裁办鸦雀无声。苏晴看着我，清冷的眼眸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狂热与崇拜的光芒，仿佛在看一个足以扛起一个时代的盖世英雄，把洋人扫地出门。仅仅是我反击的第一步，真正的绝地反击现在才刚刚开始。锃亮的皮鞋随意踢了踢地上的一个空纸箱，满脸都是高高在上的嘲弄与鄙夷。柳如烟看到一身灰尘，穿着旧外套的我，眼神里的鄙夷更是几乎要溢出来。她下意识地往赵天赐怀里靠了靠，故意挺了挺胸膛，向我展示她脖子上那条粗的有些暴发户气息的足金项链。林峰，你是不是受刺激把脑子烧坏了？柳如烟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语气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精神病。就算我今天早上没签那份购房合同，你也不至于破罐子破摔吧？拿买房的钱去囤这些根本卖不出去的电子垃圾，你以为你用这种自虐的方式倾家荡产，我就会心疼你，就会回心转意回到你身边吗？别幼稚了。看着他那副自我感觉良好、自作多情到极点的绿茶嘴脸，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前世我怎么会瞎了眼，为了这种女人卖掉父母留下的房子？柳如烟，你脖子上顶着个夜壶吗？里面装的全是水。我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为了你？你还不承认？柳如烟急了，冷哼一声，指着我身后的仓库。现在的内存条一天跌3个价，摩尔定律你懂不懂？过几个月，这些破烂连废品回收站都不要，你不是疯了是什么？当天下午3点，我以杨先生的真实身份，在本市最大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一场面向全球同步直播的紧急新闻发布会。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台下挤满了全国几百家主流媒体，无数个闪光灯将整个大厅照得如同白昼，而在屏幕背后，更是有几双属于龙国人的焦急眼睛，正死死盯着这场可能决定华夏科技命运的直播。我没有穿那些象征资本的高定西装，而是换上了一件极其简单干练的白衬衫。我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站在无数个麦克风前，没有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腔，没有冗长无聊的铺垫，我看着镜头，只有掷地有声的承诺。各位媒体朋友，全龙国的同胞们，我是林峰，也就是外界传言的那个 L 先生。我的声音通过扩音器，犹如洪钟大雨，震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膜上。我今天站在这里，只宣布一件事：从即日起，我名下所有的高端内存条库存将绕开西方专利壁垒，以低于市场价10%的成本价，无限量供应给国内 AI 领军企业。这句话一出，整个会场仿佛被投下了一颗核弹，瞬间掀起轩然大波。林总，您疯了吗？那可是黑市上价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真金白银啊！您全部成本价供应，意味着您将放弃所有的超额利润，这值得吗？一个老记者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拼命把话筒递向我。我看着那个眼眶通红的记者，眼神无比深邃，语气更是带着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决绝与悲壮。哪怕我林峰今天倾家荡产，哪怕我这辈子再也赚不到1分钱，我也要帮龙国科技，帮我们的民族企业华夏的脊梁，轮不到洋鬼子来打断。现场彻底沸腾了，无数记者激动地直接扔掉了手里的稿子，拼命鼓掌，闪光灯疯狂闪烁，亮如极昼。更有许多老一辈的科技记者当场泣不成声。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商业捐赠，这是在给整个国家的未来续命。在这个物欲横流、资本至上的时代，竟然真的有人愿意为了国家的科技尊严，毫不犹豫地将几十上百亿的泼天富贵当成废纸一样扔掉。这一天，林峰这个名字彻底撕裂了网络的苍穹，响彻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我不再是那个靠囤积内存条一夜暴富的投机暴发户，而是被官媒和亿万网民共同加冕的中国算力的不屈脊梁。但我很清楚，捐赠现货永远只能是救急，救不了一世。只要我们的底层制造技术还在别人手里，西方资本的镰刀随时都能再次举起。想要真正不再受制于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造血。1个月后，拿着国家发改委破例特批的100亿无息贷款，以及我这半年来在股市和现货市场上疯狂做空赚到的身家，我和苏晴并肩站在了江城郊外的一片荒地上。在我们身后是100多台正在疯狂运转、发出震天轰鸣的重型挖掘机，这里将是未来震撼全球风情半导体的总部基地。我们将彻底抛弃道爷和渠道商的身份，我们要从最底层的存储颗粒硅片开始，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打造一条100%纯国产的顶级芯片全产业链。林董事长，苏晴戴着白色的安全帽，手里紧紧抱着一份厚厚的微架构技术蓝图，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但她看向那片热火朝天工地的眼神却坚定得如同璀璨的星辰。给我3年时间，我拿命向你保证，3年后我们的国产存储芯片性能将全面碾压三星和海力士。我们要让全世界那帮傲慢的资本看看，龙国人不仅能造出原子弹，也能造出这指甲盖大小的顶级芯片。我看着他，看着那片即将拔地而起的钢铁巨兽，看着远处地平线上渐渐升起撕裂黑暗的朝阳，我心底那团被压抑了2辈子的火在此刻烧得无比狂热。3年，我陪你赌这把大的，输了
我陪你一起回工地吃白水煮面条，赢了，我们一起站上世界科技的巅峰。这一刻，迎着狂风，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与磅礴。什么柳如烟的背叛，什么赵天赐的嘲讽，那些曾经在前世让我痛不欲生，犹如复古之居的恩怨情仇，在国家命运和这浩瀚的技术星海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就像是鞋底的一粒灰尘。重活一世，我不只是为了把那些踩过我的烂泥重新踩回地狱，我是为了站在造物主的高度，去彻底改变这个被西方垄断的世界。风起云涌，硅基大时代的大幕终于被我亲手彻底拉开。3年前，我被全网嘲笑是收破烂的头号沸羊羊，手里攥着买房钱，去换一堆没人要的内存条。3年后，我站在上交所金碧辉煌的大厅，敲响了震撼全球的上市金钟。风行半导体正式登陆科创板，市值瞬间突破2万亿，而我也从一个被绿茶甩掉的穷屌丝，一跃成为了全球芯片产业当之无愧的存储之王。看着巨大的电子屏上那串鲜红跳动的数字，我转过头看向站在身边一身雪白职业装的苏晴。3年前，她是个被埋没的技术天才，而现在她是身价1000亿的芯片女皇。我们对视一笑，3年的夙兴夜寐，3年的抵死拼搏，在这一刻化作了漫天飞舞的金色彩带。台下无数闪光灯像瀑布一样将我淹没，来自世界各地的财经记者几乎要把话筒对到我脸上。林董事长，恭喜风行市值突破2万亿，这刷新了全球半导体公司的上市记录。请问您此刻最想感谢的人是谁？我要感谢3年前那个一无所有的自己。我对着镜头，语气平静而从容，眼神深邃的像一潭不见底的海水。感谢他在最黑暗的时刻没有选择向命运跪下，而是选择亲手撕裂那个旧时代。林总，传闻3年前您是靠在华强被囤积垃圾起家的，甚至因此被前女友和竞争对手羞辱。对于现在还在狱中踩缝纫机的赵天赐，以及流落街头的前女友柳如烟，您有什么想说的吗？听到这2个名字，我微微一愣，仿佛在听2个上辈子的2个人。我淡淡一笑，那是属于上位者对蝼蚁的漠然。他们只是我登顶路上的一粒尘埃，风一吹就散了，不值得我浪费1秒钟去评价。上市晚宴在极度的奢华中落下帷幕。深夜时分，我拒绝了所有大佬的邀请，只想安静的吹吹风。我让司机开着那辆防弹级别的劳斯莱斯，在滨江大道的霓虹灯下缓缓行驶。车内音响里播放着低沉的大提琴曲。苏晴坐在我身侧，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窗外这座繁华的近乎疯狂的城市。车子经过大桥下方的黑暗处时，因为前方红灯，车队停了下来。这里是繁华都市的阴影面，垃圾桶旁聚集着几个拾荒者，一个佝偻颤抖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刺鼻恶臭的疯女人，她头发打结，脸上布满了狰狞扭曲的伤疤。她正趴在一个脏兮兮的垃圾桶旁，像野狗一样疯狂地翻找着。突然，她发出一声嘶哑的欢呼，从垃圾堆里捡起了一块被人扔掉的断裂的破旧电脑主板。嘿嘿，找到了，宝贝。柳如烟发出痴傻的笑声，如获至宝地把那块脏兮兮的废品抱在怀里，用满是黑泥的手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车窗开了一条缝，将风灌了进来，也将她那神经质的呓语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别扔，这是好东西，这是DDR5，是软黄金啊！她一边擦一边对着空气傻笑，眼神涣散，却又带着一种变态的执着。攒够了，林峰就会回来娶我了。他说了要给我买大平层，买带花园的别墅。我是名媛，我是林夫人才对。路过的流浪狗冲他狂吠，想要抢夺他手里那块根本不值钱的废铁，他吓得缩成一团，却依然死死护着怀里的宝贝，凄厉地尖叫着：“林峰救命啊！我给你攒了好多嫁妆，我是如烟啊！”苏晴也看到了这一幕，她整个人僵住了，转头看向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林峰，那是柳如烟。我面无表情的看着窗外那个在泥水里挣扎的疯女人。3年前，她是我的全世界，是我愿意挖出心来讨好的女神。后来，她是我的梦魇，是把我的尊严踩在泥地里反复揉搓的魔鬼。而现在，我发现自己的内心竟然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快感，没有悲凉，甚至没有一丝报复后的快意。因为人是不会去恨一只蚂蚁的。当你已经站在2万亿市值的巅峰，俯瞰全球科技命脉时，地上的烂泥是干是湿，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的余生将在无尽的幻觉和悔恨中腐烂，这比死要痛苦1万倍。绿灯亮起，后方的车辆发出了催促的鸣笛。开车！我冷冷地开口。不下去给他留点什么吗？哪怕是……不用了。我升起了厚重的防弹隔音玻璃，将那个疯女人的哭嚎彻底隔绝在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我靠在柔软的座椅上，语气冷漠得如同神奇。他3年前选择在法拉利里笑，就得做好下半辈子在垃圾堆里哭的准备。那个叫柳如烟的女人，早在3年前那个我买房的下午就已经死了。引擎发出低沉的咆哮，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觉醒。车队加速，载着我驶向更加波澜壮阔的未来。后视镜里，那个抱着废品主板跳舞的疯女人，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化作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黑点，彻底消失在繁华都市的阴影之中。旧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而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启。如烟，你跟个穷鬼说什么经济学？人家林峰这叫底层逆向投资。赵天赐在一旁搂着柳如烟的细腰，笑得前仰后合。他得意洋洋地抬起手腕，指着外面远处商场大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的国际金价新闻，向我大声炫耀：“看见没？现在全球都在抢黄金避险。本少爷上周刚砸了8000万，
在期货市场满杠杆做多黄金，顺手还给我家如烟买了这条20万的金项链，这才叫投资，这才叫上层阶级的眼光。赵天赐伸出手指，猛地戳向我身后那堆积如山的纸箱，满脸不屑。你呢？花1500万买一堆不断贬值的硅胶和塑料，林峰，求人思维这辈子都刻在你骨子里了，活该你当一辈子底层舔狗。面对他连珠炮似的嘲讽，我内心不仅毫无波澜，甚至觉得眼前的赵天赐像个正在给自己挖坟的跳梁小丑。囤黄金，在期货市场满杠杆做多，我简直要在心里笑出声了。金融市场里，满杠杆就等于把脑袋挂在断头台上。赵天赐根本不知道，美联储的政策镰刀已经高高举起，不出2个月，一次毫无征兆的加息缩表，就会让国际金价迎来史诗级的闪崩暴跌。他那8000万的满杠杆，只要金价稍微回撤几个点，就会瞬间爆仓，最后连渣都不会剩下。旁白。至于他口中的电子垃圾，3个月后，当跨时代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全球算力需求呈指数级爆炸，再加上海外晶圆厂那场烧毁全球60%产能的滔天大火，我身后的这片垃圾山，每一片内存都将身价100倍，成为所有科技巨头们跪着求购的绝对稀缺资源。旁白。但我没有任何反驳的兴趣，我只是像看2具即将发臭的尸体一样看着他们。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滚，别脏了我的地盘。死鸭子嘴硬。柳如烟见我不痛不痒，顿时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她眼珠一转，突然拿出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对着我和身后那堆积如山的内存条咔咔咔连拍了10几张照片。在找角度时，她还特意把赵天赐的法拉利车标以及自己脖子上的大金链子全都作为背景拍了进去。我眼睁睁看着她打开了小红书，手指飞快地敲击屏幕，边打字边冲我冷笑。既然你非要作死，那我就让全网看看你的好下场。标题我都想好了，那个为我倾家荡产囤电子垃圾的前男友，如今有多可笑。林峰，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离开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这种带有极强反差和拜金色彩的帖子绝对会瞬间引爆网络。我可以想象，不用10分钟，评论区就会被各种嘲笑我沸羊羊、大冤种的留言淹没。看着柳如烟那副自鸣得意，仿佛已经把我踩在脚底下永世不得翻身的模样，我终究是没忍住，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冰冷，甚至带着一丝残忍的弧度。柳如烟，赵天赐，我往前走了一步，多年在底层摸爬滚打淬炼出的压迫感瞬间释放，逼得赵天赐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千万别后悔。后悔？老子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赵天赐觉得自己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恼羞成怒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态度越发嚣张狂妄。林峰，不怕告诉你，让你死个明白。本少爷的天赐科技昨天刚签下了2家互联网大厂，一共2个亿的 AI 服务器组装大单。等老子这单做完，加上黄金期货的暴利，身价直接破10亿。你就在这恒温仓库里抱着你的电子垃圾哭一辈子吧。说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搂着柳如烟，像得胜的公鸡一样钻进法拉利。在一阵刺耳的引擎轰鸣声中，跑车卷起一阵烟尘扬长而去。一旁的黄胖子被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吓得不轻，擦了擦冷汗，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林老板，那赵公子可是本事有头有脸的富2代，背景深得很。他刚才说他们公司接了2个亿的服务器大单，这要是真的，他在咱们华强北的地位可就彻底稳了。你刚才真不该那么激怒他。2个亿的 AI 服务器大单，我摸了摸下巴，盯着法拉利消失的方向，眼底闪过一丝嗜血的光芒。前世的记忆在此刻无比清晰的浮现。天赐科技确实靠着这个2亿的订单赚得盆满钵满，赵天赐也是借此一跃成为本市最年轻的明星企业家，风光无限，甚至登上了财经杂志的封面。这份订单利润极高，但违约金也同样高得吓人。如果不能按期交付，天赐科技不仅要赔偿3倍违约金，还会面临极其严重的法律责任，足以让赵天赐背后的整个家族企业资金链断裂。重活一世，既然你赵天赐非要把脸凑过来让我打，我要是不把你连根拔起，怎么对得起你今天这番慷慨激昂的嘲讽？老黄，你在圈子里人脉最广，我问你，天赐科技这次做服务器，上游指定的存储芯片供应商是谁？黄胖子愣了一下，似乎没跟上我跳跃的思维，但他还是赶紧掏出手机，在几个内部渠道群里查了查，很快就有了答案。查到了林老板，是华南区的总代老李。